大多数人认为灵性觉醒就是坐着冥想几个小时，始终感到超然和快乐。但对于大多数正在经历觉醒的人来说，事情比这要更复杂。你的内在外在会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相当奇怪的。你可能会感到害怕、迷茫，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觉醒的时代又叫水瓶座时代。本次水瓶座时代开始的时间大致是从2000年到2050年。那么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段水瓶座时代，全世界都潜移默化地向灵性的方向转变，整个人类的文明将进入灵性文明的时代。根据数字学理论，20世纪1900年到1999年是受到了1和9这两种磁场的共振，也就是说1和9这两种极端的磁场同时存在，那这就是一个二元价值的世界，善恶、真假、美丑、正能量、负能量二元对立的世界。这也是一个充满对立性的双鱼座时代的特性。而2000年之后就开始受到了2和0这两个数字的磁场共振，之前对立的二元磁场转变成了统一与和谐，象征就是精神与外在的物质世界更趋向合二为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灵修，尝试去了解和贴近自己灵性的一面，让自己更接近宇宙本质、天地大道，让自己的灵性觉醒。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你是否走在灵性觉醒的道路上。如果你符合了大部分，就证明你灵性觉醒的程度还不错，你的能量振动频率也不低了。清醒梦。一般人在睡眠的时候是没有清醒的意识的，更谈不上主动的去控制梦境。但当灵性觉醒后，首先你会发现你梦境的清晰度、分辨率变高了，画面也更加鲜艳和生动了，同时也更容易记住梦境的内容。接下来你可能主动地去控制梦境的剧本了，并且梦中也会给你一些信息，帮助你完成当下的人生课题，或预知一些事情的发生，以及你可以在梦境中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一般来说，梦简单的分是这里几类。1.1 返回源头被疗愈，这类一般是指导灵帮助你回到源头修整充电的过程。这类梦基本上不太会让你记住内容，但你醒了之后会发现自己状态格外的好，之前的各种内在问题都有缓解。1.2 离开身体去各个维度、各个空间玩耍，那这类可能就是会去到平行宇宙里，或者对于老灵魂或高维度灵魂而言，可能会回到之前来的地方看看。你可能梦到外星场景，或者天堂、仙境、神佛等等。1.3 指导灵帮助你解压，释放负面情绪。有时候你压力很大，或负面情绪特别多，但现实层面短期内没法解决，那指导灵会给你设计一个场景，让你进入发泄一下，
比如现实中和上司或家长有矛盾，你又不能硬刚时，在梦境中指导灵让你和他吵一架，把你想说的话发泄下。1.4 学习可能在梦中指导灵会带着你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大部分会是灵能类，或者也有可能会是现实层面的某些知识，也会给你一些面对当下人生的一些信息或预示，这些都需要你清醒后马上记录下来，并不断深入学习。那可以尝试练习清醒梦，在睡前有意识地告诉自己，我在梦中意识也是清醒的，我可以记住梦境的内容。每天醒来时，在保持大部分身体不动的情况下，主要是头和躯干，最小的动作拿手机或录音笔之类记录下梦境内容。当然这需要多次练习，才能让各种不同的梦境的信息来帮助你的灵修。愿意并热衷静心冥想。灵性的觉醒是需要我们从人生的熵增走向熵减的，就是需要我们从纷乱嘈杂的物质世界回归清净的内心，这样才能感受自己和宇宙的连结，与各个维度意识的链接以致合一。那冥想就是最有效的帮助我们回归内心的方法。坚持每天冥想，就像让一杯浑浊的水慢慢沉淀，最后让干净清澈的水和杂质分离开一样，我们会发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高我的意识在冥想的练习中不断清晰起来，在这个世界里，各种问题和困扰慢慢地沉下去，并被净化掉。刚开始冥想可以跟着带引导的音频来做，初学者最好在自己家里，并学会见结界。冥想的方法和切入点也有很多，开始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从末轮着手也是个针对性强的好方法。当然，其实日常生活里，只要我们能专注，心无杂念地去做一些事，都能达到冥想的效果。所以去寻找一些可以让你这样专注去做的事，培养自己安静下来和自己独处的习惯。3. 时常体验到共识性，时间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常常会同时经历2件互相关联的巧合事件。比如你正想起某一个朋友，那他可能很快就联络了你。当你疑惑什么问题时，偶然打开 App 就刷到相关的文章等等，你会发现你生活中的所谓巧合事件开始越来越频繁，但其实并不存在偶然的巧合。就像斯宾诺莎说，偶然性是人类无知的托词，一切即是既定你人生剧本的一步，也是你的灵魂已知的选择之一。当你的频率提升，你的意识发出的信号被宇宙接收到，并给你安排相应的体验。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捕捉到一些即将发生的信息，但不论那种，都是你的灵性提升后的结果。你好像不太关注时间的流逝了，不论是一天还是年纪上的，你只会在有重要的事情时才会看日历看时间，比如和人在哪天约好了，在某天需要做某件事。要不然，时间对于自己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你也越来越感受不到生活中那种时间的紧迫感、年龄的焦虑感等等了。当你觉醒后，你的振动频率不断提升，你的意识也拥有了超越这个维度的智慧。你好像活在4维、5维等等之中，那这个只属于3维世界的时间对你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不能再标志你什么，也不能定义你什么了。你可以活成任何年纪的状态，同时你深刻地认识到灵魂的不灭性，明白今生不过就是一次旅程，你不会失去什么，也不需要一定得到什么。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你的一部分，那还要被时间制约着要去抓住什么呢？4. 喜欢安静独处，排斥各种低频率的能量。灵性觉醒后，会变得更愿意和自己独处，静心地感受一切。比起各种社交生活、各种聚会的喧闹场合，自己更愿意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或者是到大自然中去静静地待着。当你灵性觉醒之后，你的振动频率会提高，你会本能地排斥各种低频率的能量。频率之间大的差距也是会让你身体感到不舒服的。那嘈杂的环境，社交中形形色色人，每分每秒发出的各种心念等等，这其中很多能量频率都低于你，那你会本能地去排斥，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想远离这里。同时你也要学会尊重自己的这种排斥感，不要出于各种现实的原因强迫自己去加入其中。学会保护自己的能量也是灵修中重要的要素之一。另外，大自然的能量频率是高于人的，在这其中感到瞬间的被调频，身体心情都会感到舒服，同时也会感觉和动植物的链接更深，和地球的链接更深。这种链接和人与人之间不同，会让感到平静和自在，体会到人和自然合一的感受。当然，每个人喜好不同，有人更喜欢森林，有人更喜欢海洋等等，按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地点就可以了。随着你灵性不断觉醒，你的身体各个部分、各个感知能力也在不断觉醒。那这些的觉醒会直观地反映到你日常生活上的转变，比如胃的觉醒就会对人工食物、对肉食排斥。之前一条具体讲过原因，就不再赘述。比如眼睛耳朵的觉醒，就会不爱看、不爱听低频能量的东西，像一些负面题材的电影，一些内容负面的歌曲、书籍、艺术品等等，这些都是低频能量，你会自然的排斥。你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慢慢的变得积极阳光起来。当然，这其中也要注意的是，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流露，不要刻意要求自己。当你的身体没有完全的觉醒时，那些没觉醒的部位会表达小我的需求，而这个需求也是要被满足的，只要适度就可以。毕竟如果不被满足，也会造成你脉轮的堵塞。5. 能感受能量的流动，能够感受到能量的流动，身体会有发热或微微的震动感、电流感等。
尤其在冥想专注的状态下，你的这些感觉会更清晰。在脉轮开启后，当你随时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个脉轮时，你会感到那里有气流在流动的感觉，或是旋转，或是震动的感觉。顶轮开启会让你有眩晕感，另外有时你还会感到自己在变大，或者和你周围空间的距离变远等等。当然，这些只是提醒大家有这种感受时，是在证明你的感知力、你的灵性的提升，没必要刻意追求这些感觉。毕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别着香也是修行的重要一课。随着灵性的觉醒，人的感知力也会变得敏感，那他人的能量状态你也会感觉到。那些莫名给你舒服、信任、美好感觉的人，大多频率和你相近或更高。如果莫名就会有些负面的感受，或本能的不想接近，那说明这个人频率很低，内在也有很多负面的能量。你只要把握住这些莫名的感觉，就可以来判断他人的能量状态，而且你也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的感受。这个就是共感。比如他人悲伤或开心时，你特别能感同身受，但是在另一方面也需要小心，不要被他人的能量影响了，不然可能会让自己能量消耗很多，感到疲惫和其他不适。尤其遇到能量吸血鬼，一定要尽量远离。6. 直觉很准，你会发现每一次跟着直觉的指引去做，都会给你带来惊喜和收获。而且你做事时直觉的那种指引的成分总能大于理性客观分析，并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另外，你日常生活中直觉总会给你各样的提示信息，并且大部分很准确。换个角度说，这样说明你的显化能力很强。其实所有我们生活一切经历本身都是我们意识能量的显化，但能显化出美好还是困难的经历是和你的能量状态有关。在觉醒后，在不断学习和领悟后，你的振动频率的提升是和你对宇宙本质、对天地大道的领悟成正比的。只有你在高频的时候才能显化出美好的现实。如果你有些不好的直觉，并且感到担忧、恐惧、焦虑等情绪时，那你第一要做的不是它会不会发生，而是在提醒你需要提升自己的频率了。不要沉浸在低频能量的那些意识中，并找到升起这些心念的负面能量的根源，疗愈并不断学习，才能坦然平静、没有分辨心地看待一切。当你不在意美好还是坎坷时，当你觉得一切都是学习和体验时，那你才能显化出美好的现实。7. 创意灵感不断，能够和高维智慧连结。以前你可能绞尽脑汁都很难想出一个好的点子，但是在灵性觉醒之后，你会发现时常会迸发出灵感，无论是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的大小问题，你都很容易的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你是从事艺术或和创意有关的工作，会发现你灵感迸发的更加强烈，会给你各方面更多帮助。
我们的这些灵感其实就是高维的智慧。当我们觉醒后，意识层级也会在学习中不断提升，自然获取超越这个维度的信息就更容易。尤其慢慢的可以和指导灵高我等高维度存在沟通后，那其实你是拥有了一个宇宙各个维度集合的团队来帮助完成当下的课题，一切看起来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当你专注地做一件事，比如当你坐下来写一篇文章，或者是画画做手工，或者是创作音乐等等，抬头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你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累，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到自己创作出来的成品，会有一种错位感觉的这个作品太棒了，好像超越了你原有的水平，不像是自己做的。这就是我们上一条提到的，当你和更高维度智慧链接，和宇宙，和你的指导灵，和你信仰中的神佛处于合一的意识里，此时你并不是靠小我的能力在工作了，你是和全宇宙的力量成为一个团队，一起创造出这个作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仅仅当下的这个自己，不仅仅是当下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能力、性格样貌等等，宇宙各个维度万事万物一切存在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也不是我们自己独立工作，都是万事万物互相效力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领悟这个合一的意识，以合一的状态去经历和体验人生的一切，会发现很多超乎你想象的经历。饮食和习惯上的转变，随着在灵性上的成长与觉醒，饮食和习惯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可能有些食物之前特别喜欢吃，但现在会突然不喜欢了。原来喜欢吃重口味、深加工、添加剂多的食物，但现在喜欢清淡的、天然的食物的味道。尤其蔬菜慢慢喜欢生食多于熟食。另外，本能的重点是，本能不是出于某些思想和观念，不想吃肉了。当然这里要说的是万物有灵，其实动物和植物都有自己的意识，灵魂有选择做动物或做植物的仪式体验，都也是符合最高利益的。它以什么形式结束这一世，也是在体验前每个灵魂自己都确认接受的，所以倒也不用加入更多感情色彩，尊重自然法则也是重要的。能量频率提升后的不想吃肉，不是因为主观的想法，而是因为动物在被宰杀过程中，有很多恐惧能量残留在肉当中，那这种低频能量其实是会被我们感知到的。这种频率上的差距会让我们身体本能的排斥，就是单纯的不想吃，或者吃了以后也会明显的觉得不舒服，并且也会感到这些食物不美味了。所以吃肉还是素食是能量频率提升的结果。吃肉很好，素食也很好，顺其自然，不必太苛求什么状态，那也是不利于灵性提升的。另外，灵魂觉醒后，除了饮食之外，你的作息时间与习惯也会和之前大不相同，不太会熬夜，早上也不太能赖床，
基本上不利健康的习惯慢慢的都会自然而然的改变，这也是频率提升的自然结果。9. 注重灵性成长。在觉醒之前，大多数人会比较注重现实角度的各种能力的提升，学习也会偏重于能有现实角度的帮助，比如会在意自己工作能力或生活技能的提升。但觉醒后，你会发现你关注思想、意识的提升更多，可能你会学些更多宗教、哲学、心理学或灵性书籍更多，你也会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冥想或练习其他修行的方法，会喜欢研究神秘学、玄学、东西方的各种疗愈、占卜等等领域。当然，我们还要明白，灵性的成长也离不开现实生活，我们生活的所有经历体验都是灵修的一部分。既然今生以你的身份来体验一世，就说明你一切的经历都是今生这学期课程的必修课，一切的经历都是在帮助你提升灵性，学会保持觉知，反思经历，并从中领悟天地大道，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另外，灵性的成长是基于你对宇宙本质、对天地大道的领悟，所以不必执迷于各种术、各种灵能的追求。你只有在悟道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各种占卜、疗愈、魔法等等术上有所建树。只有领悟的不断提升，意识层次、振动频率的不断提升，你才可能自动地解锁各种灵能，并有效地、安全地帮助你在灵修的路上走得更远。10. 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臣服、放下，不再执着。觉醒之前，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论来自原生家庭的教育，还是世界各种观念的影响，会形成自己的三观，但这其中很多信念其实并不是符合自己内心真实感受的。比如，你会觉得什么样的学校最好的，什么样的专业学历是好，什么样的工作和什么样的人结婚是好的等等。这其中有太多他人的世界的观念影响你建立的信念，而灵性觉醒后，你渐渐地会放下对物质世界的追求，而回归内心。这时候你的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你在审视人生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你不再是三维物质世界的角度了，你可以站在宇宙的角度去思考。此刻，曾经你努力追求那些属于物质世界的名利得失似乎没那么重要了，此时你更愿意活成你自己。你可能会辞职去做你喜欢的工作，可能会搬家去你喜欢的地方生活，可能会单纯的享受爱情，去和喜欢的人交往。活在当下，更专注于当下的内心感受，那你会发现或快或慢，在灵性觉醒后，你的人生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一个打破旧有局限并重新成为你自己，并滋养你自己的过程。在觉醒之前，很多人执念非常重，都有那种一定要怎样，一定要达成什么的心念，看似信心和坚定，但背后都是被恐惧能量支配的意识。而觉醒后，
会领悟到我们人生其实就像一个虚拟游戏，就像一部电影，这里的成败得失本身没什么意义，就像《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像圣经说的，凡事都是虚空。当我们深刻地领悟到这些时，那些曾经抓在我们手中看得无比重要的一切也变得没有意义了。当你离宇宙本质更近，离到本身更近时，什么都能放下了。你也愿意放下分辨心，臣服于一切宇宙的安排，单纯的体验一切可能。毕竟一切都是合一的，你不会失去什么，也不需要得到什么。宇宙各个维度的一切都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宇宙本身，你就是道，就是神。以上用了简单粗浅的讲了讲灵性觉醒的特质，大部分都是自己和认识的这些觉醒后的同修的经历和感受，谈不上绝对的正确，只是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有所思考吧。其实在灵性觉醒后，在灵修的过程中，各种特质，各样观点，各样信息，我们都可以以学习的心去了解，但不必执着于任何一类信息，毕竟宇宙既是虚无，也是无限可能的合一体。我们需要学会平静包容地去经历各种可能，各种体验，但同时也能明白背后的空性。不着相才能看见到。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觉醒征兆已现。愿你顺应宇宙的引导，抓住这转变的时刻，迈向更高的自我觉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